各位好，我是胖哥。今天我会对这款雷神 Zero 银翼灰顶配版游戏本进行测评。那么它搭载了第12代英特尔酷睿 i9-12900H 处理器和 GTX 3080 Ti Laptop， 性能强劲。那我会在性能测试还有生产力测试环节加入我手上面的顶配 M1 Max 的成绩，那么增加娱乐性的同时呢，也对你的决策做一定的参考。整机银灰配色 M 面中间正上方的启示 logo 也与尾部的 RGB 灯环联动。它主要的接口都在尾部，自左向右依次为电源接口、RG45 网线接口、HDMI 2.1、雷电4以及 Mini DP 1.4 的接口。那网线接口千兆比较遗憾，很多小伙伴家里面已经有 2.5G 甚至万兆网络，像我自有那是偶尔剪辑喜欢看蓝光，千兆真的不够看。那机身两侧呢还有3个 USB 3.1 Type-A 口和一个 3.5 毫米的音频口，总的来说接口还是相当丰富的。打开电脑平面是一块屏占达 91%， 刷新达165 16:10的16寸 LCD， 并且支持 HDR。 我们来实测一下这块屏幕的素质。在 SDR 把亮度拉到最高，跟官方标称一致为500尼特，第二档的位置是120尼特。那么正常情况下，该亮度下会有最好的视觉效果。色域方面 sRGB 99%， Adobe RGB 75%， P3 是 76%。因为屏幕带 HDR， 所以我针对 SDR 和 HDR 做了亮度对比度测试。SDR 测的结果基本是1000:1正常水平，但是 HDR 测的结果就不尽如意了。我没有测试过其他165赫兹这种级别的高刷屏，不过根据雷神官方描述在游戏本行业这属于标杆水平，但是跟我 M1 Max 那块屏幕的测试结果对比，感觉还是有些云泥之别。那注意看亮度对比度的关系，还有统一的白点，苹果真的是买显示器送电脑。雷神这块165赫兹两块屏打游戏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做一些色彩科学或者 HDR 视频相关的工作就有些力不从心。高刷屏和画质只能选其，当然外接显示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笔面还剩下一个摄像头，我在弱光还有高光环境下测试效果不太好，那么基本上也是800人都用不上一次，放在这边就给我一种感觉，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游戏版它已经去掉摄像头了。背面是支持3G RGB 灯效的薄膜键盘，加上最上方的启示开关按钮的点睛之笔，风格相当统一。那键盘敲击感不错，处于中上游水平，配备了标准的小数字键盘，使功能更加全面。那右上角红色的一键强档非常实用。像我之前用19款16寸 BP 顶配的时候每次有高负荷的操作，我都会到软件界面里面先把分散转速拉到最满，那么避免机器过快降频。这里做成实体按键非常方便，按下去感觉火箭就要发射了，我可以玩一整年。不过全速运转的分散噪音也是相当恐怖，到了62分贝。当然这只是极限的情况，日常使用的话，像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噪音是40分贝，开起来看看油管 4K 视频什么分散转起来都没有这个数字。那么翻到底面可以看到过滤网下面的双分散和铜管，我们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注意有一颗螺丝是在保修标贴下面的。那么拆卸的时候呢，不要把四周的卡口弄断。无论你拆开后盖干什么，记得要第一时间把电池的排线拔掉。这块电池为新普科技生产，容量为4129毫安时。我在最低档亮度办公模式，关闭键盘背光、显卡直连的情况下，用 PCMark 测试续航为2小时。如果我把显卡直连关掉，那续航测试结果为4小时。那么像这样高配的游戏本，这种续航都是非常正常的，千万不要去跟办公本相比。那这里补充一下怎么设置雷神显卡的模式免得你到时候看完我的视频都不知道怎么去切换。开机的时候按 F2 切到高级选项后，在第一个图形切换的选项就可以进行设置，选择 Hybrid 就是为混合模式，选择 Discrete 就是直连模式，然后按 F10 保存即可。在上方我们可以看到2个6000转的分散和一个散热铜管，自带2条剑芯 PCIe 4 500G M2 的 SSD。那么用 Crystal Disk Mark 测试了一下，结果各方面超越了我的三星980 Pro。然后呢，我对比了一下他们的信息，发现980 Pro 这里的 NVMe 的版本是 1.3， 而剑芯的是 1.4。最近980 Pro 有一个新版本，不知道是不是更新这个标准。这次因为带了2块硬盘，我就把其中一块硬盘进行了全盘写入测试。可以看到环外写入的是1G 每秒，这个速度可以接受。内存是单条三星 16G 4800兆赫兹 DDR5，
那16G 的容量还是小的，我建议再加一条，而且双通道的性能更好。那么最大可以扩展到64G。外观方面就剩下体积重量没有说了，雷神的重量为2552克，拿到手上比我预想的要轻薄，但是加上1120克的300瓦电源也是可以当健身器材了。那好在游戏本并没有什么移动的需求。我们进入性能测试环节，我会把雷神和 M1 Max 放一起对比，这两条电脑的定位和用户群体均不同，测试结果呢仅供各位参考。以下所有的测试雷神均在狂暴模式，并且支援显卡。M1 Max 呢为高性能模式。先来做一下常规的跑分测试。雷神使用的 i9-12900H 拥有6个性能核心、8个能效核心。M1 Max 为8个性能核心和2个能效核心。Grossmark 提供综合性能评估，雷神总分为1734， M1 Max 总分为1615。我们再来看一下 Geekbench 的分数。这是 Cinebench 的一个分数。CPU 这边打得有来有往，但是到了游戏测评环节这就是雷神的主场了。那么跨平台测试我就找到了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那么雷神呢是26401分， M1 Max 是20282分。虽然跨平台，但是我总觉得这两个测的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在 Windows 下它长得是这样的，但是在 Mac 下面 Unlimited 模式它是长得这样的，所以完全就只能做个参考。剩下的都是雷神专场表演我这里不做甜甜圈什么的双开烤机，那等下直接用游戏实测。不过 3D Mark 的20分钟压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次循环都一模一样，这里就能很好的识别机器是否稳定。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通过压测，这个测试需要达到 90% 的帧率稳定性才行，雷神差了 0.5%。 不过每次循环的平均数还有最好最差的2次帧率对比看起来也还行这几天2077更新了 1.6 版，我们拿它来实测一下，直接把预设方案拉满，平均50帧，最小才20帧，几乎没有办法玩。然后呢，改为超级预测，并把 DLSS 改为质量的情况下，最小帧率提升到了40，但是依然非常吃力。比如我这边跟赛博精神病一起放烟花的场景一卡一顿。那现在游戏本最高配置也就 3080T， 那对于2077依旧无力。不过2077的场景的确复杂，我自己3090的 PC 4K 分辨率，然后开光线追踪超级方案也到不了稳定60帧，然后我们把分辨率改到 1080p， 立马就可以同窗玩耍。那么看到 OSD 上显示的显卡和 CPU 功率加起来几乎都到180瓦的性能释放，这也符合雷神官方的标准然后我找了我购买的一些 3A 大作里面内置基准测试的游戏，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结果，都是 2K 的分辨率，然后把预设拉满。那如果 DLSS 没有开启的话，我会开到质量。我们再来实测一下生产力。那么这块分为视频剪辑和 3D 渲染的测试，都是真实的项目。我这边要感谢我做游戏的小伙伴子涵，他把做的那个 Blender 的项目给我拿来做测试。我们先进行视频测试。大家都知道 M1 Max 因为有专有的硬件加速的关系剪辑视频具有优势。那么和12代酷睿 R9-12900H 和 3080Ti 组合的雷神相比呢，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那么用我之前做咖啡机的视频进行测试，两台机器压测的速度相差无几。M1 Max 为4分37秒，雷神为4分33秒。如果你比较关注 MVP， 那就一定知道它的 GPU 性能其实一般，是 GPU 算力的操作就会让它露馅。我们将视频后半段由我出镜的片段都增加降噪处理，再来测试一次。M1 Max 的压制时间增加到了40分，9倍的差距，而雷神只用了14分30秒。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3D 渲染，采用的是 Cycle 的渲染引擎。点线面键左边的统计信息渲染 2K 图。雷神用了07分12秒 ，M1 Max 用了50分钟，7倍的差距非常夸张。从以上测评看 ，PC 始终有着苹果无法超越的性价比，但苹果的设计语言系统生态也具备各种优势。两台电脑的定位和人群不同，其实并不会有什么矛盾。你想玩游戏、做 3D 渲染或者一些重显卡的事物那就选择雷神。如果做一些设计创意类工作或者软件开发，很显然 MVP 更合适。总的来说，雷神 Zero 是一款很值得选择的高性能游戏本，其各项硬件都达到了高标准。
180瓦的性能释放，支持独显直连，2K 165赫兹的屏幕，那相当舒适的键盘和触摸板，作为一台游戏板该有的都有了。不过作为相对轻薄的机身，使它的噪声和温度也相对较高，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减分项。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如果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你想了解的，可以给我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那么也欢迎大家3连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好，那么欢迎各位观看，拜拜。